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一起走进的是日本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的经典之作《金阁寺》。三岛由纪夫，这位被誉为日本的海明威的文学巨匠，以其独特的美学观念和深刻的哲学思考，创作了许多震撼人心的作品，而《金阁寺》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。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小说，更是一场关于美、毁灭与救赎的深刻探讨。金阁寺讲述了一个年轻僧人沟口对金阁寺的痴迷，以及最终将其焚毁的悲剧故事。这本书通过沟口的内心独白，揭示了人类内心深处的孤独、欲望与绝望。它让我们思考，美是什么？美是否必然导致毁灭？而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内心的黑暗？这本书的价值在于，它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，更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挣扎与追求。它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人性，理解美与丑、善与恶的复杂关系。对于那些在生活中感到迷茫、孤独或渴望寻找内心平静的人来说，金阁寺无疑是一剂心灵的良药。在开始深入探讨这本书之前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们是否曾经对某样东西或某个人有过极度的痴迷，甚至到了无法自拔的地步？这种痴迷是否曾让你感到恐惧或困惑？让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故事。20世纪50年代，一位年轻的日本僧人李养贤，因对金阁寺的极端迷恋，最终选择了将其焚毁。这一事件震惊了全日本，也成为了三岛由纪夫创作金阁寺的灵感来源。李养贤的故事让我们看到，极度的痴迷如何能扭曲一个人的心灵，最终导致毁灭性的后果。1. 美的本质与毁灭。在金阁寺中，三岛由纪夫通过沟口的视角，深入探讨了美的本质以及美与毁灭之间的关系。沟口从小就对金阁寺的美有着极度的迷恋，他认为金阁寺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存在，是绝对的美。然而，这种对美的极致追求，最终却导致了他内心的扭曲和行为的极端。三岛由纪夫在书中通过沟口的内心独白，揭示了美与毁灭之间的微妙关系。他认为，极致的美往往伴随着极致的孤独和绝望，因为美本身就是一种不可触及、不可拥有的存在。当一个人对美有着极度的渴望，却又无法真正拥有时，这种渴望就会转化为一种毁灭的力量。理解美与毁灭的关系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内心的欲望和追求。我们可以学会欣赏美，而不是试图占有美。我们可以学会在追求美的过程中，保持内心的平衡和理智。书中有一段沟口的内心独白，深刻地揭示了他对金阁寺的痴迷。我总觉得，金阁寺的美，是那种不可触及、不可拥有的美。它就像一个梦，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。我越是渴望它，它就离我越远。这段话不仅展现了沟口的内心世界，也让我们看到了美与毁灭之间的微妙关系。孤独与内心的挣扎。沟口的孤独感是书中另一个重要的主题。他从小因为口吃而受到歧视，内心充满了自卑和孤独。这种孤独感驱使他更加渴望美，也让他对金阁寺的迷恋变得更加极端。三岛由纪夫通过沟口的孤独，揭示了人类内心深处的普遍情感。孤独感是人类共有的情感之一，它常常源于对自我价值的怀疑和对人际关系的渴望。当一个人感到孤独时，他往往会寻求某种极致的存在来填补内心的空虚。理解孤独的本质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内心的孤独感。我们可以学会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学会在孤独中找到自我价值，而不是试图通过极端的方式逃避孤独。书中有一段沟口的内心独白，深刻地揭示了他的孤独感。我总是感到孤独，孤独得像一只被遗弃的狗。我渴望有人能理解我，渴望有人能陪伴我。但我也知道，这种渴望是徒劳的。这段话不仅展现了沟口的内心世界，也让我们看到了孤独对一个人的影响。3. 毁灭与救赎。在金阁寺中，毁灭不仅仅是一种行为，更是一种心理状态。沟口最终选择了焚毁金阁寺，这一行为既是对美的极致追求，也是对自我内心的救赎。三岛由纪夫通过沟口的毁灭行为，探讨了毁灭与救赎之间的关系。他认为，毁灭有时候是一种极端的救赎方式，因为它可以彻底摧毁一个人内心的执念和痛苦，从而带来一种新的开始。理解毁灭与救赎的关系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内心的痛苦和执念。我们可以学会在面对极端困境时，寻找一种新的开始，而不是被痛苦和执念所吞噬。书中有一段沟口的内心独白，深刻地揭示了他的毁灭与救赎。我焚毁了金阁寺，不是因为我恨它，而是因为我爱它。我希望通过毁灭它，来拯救我自己。这段话不仅展现了沟口的内心世界，也让我们看到了毁灭与救赎之间的微妙关系。4. 美的追求与内心的平衡。在金阁寺中，沟口对美的追求是极致的，但这种极致追求也让他失去了内心的平衡。三岛由纪夫通过沟口的经历，
探讨了如何在追求美的过程中保持内心的平衡。三岛由纪夫认为，极致的美往往伴随着极致的孤独和绝望，因为美本身就是一种不可触及、不可拥有的存在。当一个人对美有着极度的渴望，却又无法真正拥有时，这种渴望就会转化为一种毁灭的力量。因此，在追求美的过程中，保持内心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。理解美的追求与内心平衡的关系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内心的欲望和追求。我们可以学会欣赏美，而不是试图占有美。我们可以学会在追求美的过程中，保持内心的平衡和理智。书中有一段沟口的内心独白，深刻地揭示了他的内心挣扎。我总是感到一种无法抑制的渴望，渴望拥有金阁寺的美，但我也知道这种渴望是徒劳的，因为美本身就是一种不可触及、不可拥有的存在。这段话不仅展现了沟口的内心世界，也让我们看到了美的追求与内心平衡的重要性。通过以上对金阁寺的深入探讨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美与毁灭的故事，更是一面映照出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镜子。它让我们思考，美是什么？美是否必然导致毁灭？而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内心的黑暗？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本能够深刻触动你心灵的书，那么金阁寺绝对是一个不容错过的选择。它不仅能让你更深刻地理解人性，理解美与丑、善与恶的复杂关系，还能帮助你更好地面对内心的欲望和追求。让我们一起走进金阁寺的世界，去感受那份极致的美，去体验那份深刻的孤独，去思考那份关于毁灭与救赎的哲学命题。相信这本书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启示和感悟，帮助你找到内心的平衡和宁静。